但以修为说，就是3-4个你上去，也绝不是这附身古魔的对手。但是你身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可实在不少，又有辟邪神雷在身，虽然不可能是这古魔的对手，但逃跑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吧？大眼神君冷哼一声，声音有些古怪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正想再说些什么，身边却突然传来了紫菱的声音：“韩兄，现在要如何才好？你打算出手吗？”紫菱自从魔化南陇侯一露面后，就吃惊的一语不发。现在见韩立神色有些怪异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这南陇侯的凶悍，实在是让此女看得心惊肉跳。”韩立听了紫菱这话，笑了笑，正想回复他一句话，却忽然面色大变，猛地一抬手，大片青霞飞射而出，一下将此女卷入其中，往回一拉，把此女硬生生地拉入怀中，随后化为一道青红冲天而起，眨眼间就到了半空中。青光一脸，韩立半搂着紫菱重新现出了身形，并面色凝重朝下方望去。紫菱脸色微红，急忙从韩立怀内离开，同样有些惊疑地低手看去。只见在他们刚才站立之处，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站在那里，正冷冰冰地仰首看着他们，竟是南陇侯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那里。他刚才打算潜入下面进行偷袭，幸亏韩立无意中用明清灵眼扫了一下，仿佛真的有可能被对方一击成功。紫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并急忙朝另一方望去。只见那边的五色光柱下，仍有一团黑气在雷火中若有若无的闪动，里面还有人影在其中，分明是另一个南陇侯。令狐老祖远远见韩立带着一名貌若天仙的女修，突然出现在了父亲的空中，先是一惊，随即面露大喜之色，但目光一扫之下，看见下面又多出了一个南陇侯，顿时吓了一跳，急忙惊呼招呼白衣女子，将手中的攻势一缓。这时五色光柱下的南陇侯面无表情地看了两人一眼，忽然化为一股黑气，凭空消散，竟只是个临时化身而已。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互望了一眼，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惧意。幻化出一个化身并不难，但是能瞒过他们这2名元婴修士的神识，这可就太可怕了。要知道他2人刚才一直盯着黑气中的南陇侯，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可竟还让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施展了金蝉脱壳之术。若是对方不是想暗算偷躲一旁的韩立，而是对他们出手的话，他们2人多半已有一人遭了毒手。韩道友，哈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，这太好了！这妖魔实在厉害，我3人正好联手共抗此魔，才能自保啊！令狐老祖大声地叫道。韩立一听这话，心中一阵的苦笑，原以为自己的隐匿之术够神妙，就是元婴后期修士也不见得能够发觉，故而放心地躲在一旁，想过一会儿溜走。可没想到这蛊魔不但发现了他，还故作不知偷袭了他一把，差点遭了其毒手。看来这一战不打也得打了。韩立冲令狐老祖点了点头，忽然扭手对紫菱淡淡说道：“你修为太低，在这里帮不上忙，反而可能送掉性命，先离开这里。放心，现在有我们在这里牵扯住此僚，他不会对你出手。”他和紫菱总算是有些交情，故而一开口让其离开再说，否则一会儿打斗起来，可没有办法顾及此女。紫菱听了这话，先是一呆，迟疑了一下，就乖巧地点了点头。既然道友如此说了，那小女子就先走一步了。韩兄，你也多保重了。紫菱看了看下方的南陇侯，又深瞅了令狐老祖那边一眼，就化为一道惊鸿，破空飞去。下方的南陇侯不知是觉得紫菱修为太浅不值得出手，还是面对韩立3人有些吃力，冷漠地看了远去的紫菱一眼，就重新盯住了韩立。韩立见对方眼神不善，面色一沉，单手一抬，数道粗大金弧在手臂上浮现而出，霹雳之声随之轰隆隆的连绵响起，整只手臂瞬间电光闪动，刺目耀眼起来，
面对如此可怕的蛊魔，韩立可没有心思再试探什么，一出手就是专门克制魔功的辟邪神雷。此神雷从到了他手上后，还从未在面对魔功邪术时让他失望过。这蛊魔虽然如此凶悍，韩立还是对辟邪神雷有几分信心。一见韩立手臂上弹跳的金色电弧，南陇侯眼皮急跳了几下，瞳孔猛然一缩。我认得你，我附身这家伙的残留记忆里，你的印象非常深刻。虽然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东西，但是这身体的原主人对你忌惮异常。如今看来，这感觉倒也是真没有错。不但能看破本尊者的偷袭，还能驱使当年让我们吃过苦头的辟邪神雷。看来解决你恐怕还真要花一番手脚了。南陇侯盯了韩立一会儿，终于冷冰冰地开口说话。韩立听了这些言语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神情丝毫不变，只是手臂上金弧又大了3分。同时他袍袖一甩，一面蓝色小盾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化为蓝蒙蒙的光幕，将韩立罩在了其中。这时见韩立主动站在最前面，准备硬挡南陇侯的样子，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顿时心中大喜过望。韩立的名声现在可着实不小，几乎是仅次于元婴后期之下的存在，不由得让二人心中有了些信心。当即二人嘴唇微动，稍一传音，立即左右一分，缓缓靠前，准备从两侧进行协助韩立。南陇侯见韩立根本不受言语影响，心智极坚，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，但嘴巴一咧，又浮现了狰狞的凶色。他一语不发的一跺脚，身子一震之下带出了一道残影，蓦然从原地消失不见。韩立面上神色镇定，但心中一灵，提高了12分的警惕，但神识一扫之下根本查探不到对方的行迹。果然不愧是蛊魔，光这一手藏形隐匿的手段就足以克制普通修士。心中是这样想着，韩立却不慌不忙，双目一眯，目中蓝芒闪动，明清灵眼神通被轻车熟路地施展而出。突然他单手一扬，手臂上的金弧立刻弹射而出，化为一张金网，朝某个空空如也的地方照落而下。顿时电弧轰鸣声交织成了一片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原本看似无人的地方，黑光一闪，南陇侯竟然蓦然出现在那里。他刚一出现身形，就见无数道大小金弧向头顶直落而下，不禁微微一惊，但马上神色一沉，双肩晃动，大片残影浮现而出。众电弧降落后，残影皆灭，但真身却诡异的踪迹全无。韩立嘴唇紧闭，目中蓝芒闪动不已，一偏头向一侧方向望去，但另一只手臂却猛然一抬，反向另一个方向瞄准。霹雳声一响，一道粗大金弧从手心处瞬间弹出，目标正是6、7丈外的一处平常之处。结果金弧刚刚弹射到跟前，南陇侯身影就恰好在那里幻化而出，如同主动凑上前去一样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雷鸣声响动，电弧迎面劈来。南陇侯这次真的大吃一惊，一次还能说是侥幸，可一连2次都能准确算到他的位置，这绝对不是什么碰巧，对方是真能看破他的行迹。这一次韩立攻击时机掐得太好，眼见金弧临身，南陇侯却避无可避，只能双目骤然倒竖一张口，一团黑红魔焰脱口而出，正好和金弧撞到了一起。噗的一声轻响，火焰金弧一闪，竟如同水火一般，同时化为了一股青烟，消失不见。这一次轮到韩立脸色大变，这蛊魔竟然有办法抵挡辟邪神雷，这黑红火焰到底是什么魔焰，竟然厉害如斯。不过韩立心细之下也注意到了，那团魔焰泯灭的瞬间，南陇侯的脸色却不经意的一白，虽然眨眼间就恢复了常色，但显然黑红魔焰对对方来说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，多半是和精元魂力牵扯到了什么关系。韩立尚未想明白如何利用此事，
南陇侯一将金狐灭去，身形猛然一探，整个人柔若无骨般的诡异拉长，骤然到了韩立身前。他冲着韩立阴阴一笑，被魔气包裹，一对拳头就狠狠地砸来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不慌不忙地稍退了半步，背后就雷鸣声一响，一对银白色翅膀在银光中浮现而出，随后霹雳声一响，韩立不动声色在银湖中消失。南陇侯见到此幕，先是一怔，但目光一扫后就冷笑了起来。雷遁术懂的东西还真不少，但可惜在讥讽的笑声中，南陇侯就化为了一股黑气，同样凭空消失。从南陇侯冲过来的攻击，到韩立放出辟邪神雷，再到两人同时消失，只是刹那间的功夫而已。远处的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一见双方交上了手，本想立刻祭出宝物策应一下韩立，但韩立二人初一交手就是电光雷火，根本插不上后。现在两人更是同时无踪无影，这让令狐老祖和南宫婉师姐目瞪口呆之下，不禁面面相觑，但随后就警惕心大起，急忙各放出防御法宝护住自己的全身，以防那南陇侯趁机偷袭。毕竟他二人可没有韩立如此神通，能看破对方的隐匿神通。这时雷鸣声响起，韩立在离原来位置20余丈外的某处浮现而出，可几乎与此同时，韩立背后黑气一现，南陇侯竟同样蓦然出现，他嘴角泛起一丝凶残之色，一对拳头毫不客气地狠狠砸下。韩立并未回头，神识刹那间感应到了背后的一切，但他同样避无可避，只能将全身灵力往蓝光盾上猛然注入，先挡下此机再说。他刚刚用守株待兔的方法给对方一点颜色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反被对方捉住，心中震惊之余同样大感疑惑。两声巨响传出，令狐老祖刚才承受的滋味，韩立丝毫不差的也品尝了一番。他身上蓝色光幕一颤，身子不由自主地被击飞了出去，原本提起的大部分法力也被这两拳散了大半，雷遁术顿时无法施展开来。南陇侯狂笑一声，身形化为一团狂风，紧随着韩立飞出去的方向猛扑紧追，准备挥动拳头就此将韩立击毙。韩立人在空中倒射，无法控制身形，可是脸上却是无惊无喜。在看过对方对付令狐老祖的手段后，他怎么会对此丝毫提防都没有？虽然法力他无法提起多少，但是有的是手段，根本无需自己动手就能克敌制胜。虽然身体一时间还麻酥无法动弹，但双手却是转眼间就恢复了大半。他一把摘下腰间某只灵兽带，冲着南陇侯劈手扔了过去。南陇侯一怔之下，尚未看清楚是何物，袋中就嗡鸣一声，数千只金色噬金虫蜂拥而出，一朵金色虫云转眼间形成，紧随而来，向着南陇侯迎头照下。南陇侯虽然并不认识噬金虫，但是噬金虫身为上古奇虫的蛮荒气息确实让他心中一凛，不敢怠慢的单手冲着虫云虚空一抓，一只燃烧着灰白色火焰的碧鳞鬼爪在虫云上空蓦然浮现，毫不客气的一把捞下，顿时大半噬金虫不及躲避，被鬼爪一把捞到了其中。随即鬼爪上的灰白火焰一下高涨了数尺，连其他未被抓住的金虫也一个不剩，全都包裹在了其内。随后他冷笑一声，就要动身向韩立追去。但这时终于找到了机会的白衣女子终于将自己的宝镜再次祭出，一道五色光柱从天而降，笼罩向南陇侯。而令狐老祖则一点盘旋在头顶的白蒙蒙光环，顿时此环一闪之下，也向南陇侯击射而来。南陇侯见此心中大怒，但是身形略微一晃，就躲过了五色光柱的笼罩。这光柱对他来说虽然有些棘手，但只要不被罩住，就根本拿他没有办法。至于那飞射而来的圆环，显然也是一种禁锢人行动的法宝。以他现在行动如风的身形，此物又如何能接近他的身？
他根本不用理会。南陇侯心中思量的仔细，虽然令狐老祖同时出手，但对他来说还是韩立的辟邪神雷威胁最大，故而根本没有理会，仍然扑向了韩立。但光照中的韩立没有半点闲着，一拍储物袋，10几个白色光球从袋口中飞射而出，转眼间就化为10几只机关傀儡出来，一字排开，挡住了南陇侯的去路。一个身高2丈虎头人身，两手一抖之下，10根数寸长的爪芒伸缩不定地闪现而出。